你好，本节课我们讲 RSA。RSA 是由 Rivest、Shammer 和 Edelman 这三个人发明的一种公钥密码，所以就以这三个人的名字来命名。通过上一讲，我们知道了，只要明文 m 和 n 是互数的，而且能找到两个整数 ED 模 phi_n 等于1，就可以有 m 的 ED 次幂模 n 等于 m。此时做 E 次幂模 n 就相当于是加密，做 D 次幂模 n 就相当于是解密，而且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当作公钥，另一个当作私钥，这就是公钥密码了，对吗？不对，别忘了公钥密码还得保证由公钥推算不出私钥才可以。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我们先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一看，他应该怎样破解私钥。由于公钥是公开的，所以攻击者是知道 n 和 e 的。根据加解密的原理，攻击者还知道 e 和 d 满足 ED 模 phi_n 等于1，所以攻击者只要知道欧拉函数 phi_n， 就可以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求解出 d。那攻击者该怎样计算欧拉函数 phi_n 呢？只要能知道 n 的所有素因子，就可以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的这个公式来计算欧拉函数 phi_n。因此，攻击者破解私钥的关键是对 n 做素因子分解。回到公钥密码设计者的视角，我们该怎样让 n 的素因子分解变得很难很难呢？很简单，只要让 n 只有2个素因子，而这2个素因子很大很大，那么再要对 n 做素因子分解，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我们就可以得到 RSA 的密钥生成过程。第一步，随机生成2个大的素数 p 和 q， 计算 n 等于 p 乘以 q。第二步，计算欧拉函数 phi_n。由于我们知道 p 和 q， 所以计算 phi_n 是很容易的。之后就销毁 p 和 q， 此后再有人想计算 phi_n 就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了。下一步，我们在1到 phi_n 之间的整数中随机生成一个与 phi_n 互数的数 e。下一步，我们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计算 d， 使得 e 乘以 d 模 phi_n 等于1。最后，我们用其中一个作为公钥，另一个作为私钥。所以现在你应该已经明白了 RSA 的原理了。回到区块链中来，我们该怎样运用 RSA 来实现交易数字化呢？还记得公钥密码是怎样解决身份认证的吗？公钥的作用是公开向外界标榜自己的身份，而私钥的作用是对消息生成数字签名。所以解决交易数字化的方案简直可以用简单粗暴来形容，那就是用公钥来作为账户，用私钥来生成数字签名。所以交易数字化的第一步是用 RSA 来生成公钥 NE 和 ND。第二步，填写交易信息，比如转出账户是我自己的公钥，而转入账户是收款人的公钥，还有转账金额，比如说1000块。另外还有时间、说明等其他信息。数字签名暂且不填。第三步，用私钥对交易信息的哈希值加密，得到数字签名。那什么是哈希值呢？我们到后面再做介绍，这里你暂且把它理解为一个函数。那其他用户该怎么验证我的签名是否有效呢？只要用我的账户，也就是我的公钥，来对数字签名解密，从而得到交易的哈希值，然后将交易的哈希值和原始的交易的哈希值做对比，如果一致就说明签名有效，如果不一致就说明要么是交易信息被篡改了，要么是别人伪造了我的签名。到这儿，我们算是用 RSA 解决了交易数字化的问题了。不对，交易数字化还有一大问题是账户的唯一性。
其实账户的唯一性问题我们也捎带着基本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如果 P 和 Q 都是1024位的随机素数，那么 n 就是一个2048位的随机数，不难估计 phi_n 也大约是2048位。由于 E 和 D 都是与 phi_n 互素的数，所以公钥最多有 phi_n 种可能，也就是说公钥大约有这么多种可能。如果所有用户都是随机生成私钥和公钥，那么公钥碰巧相同的概率是这么多，这比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还要小得多得多。至此，我们就用公钥密码中的 RSA 解决了无中心节点情况下的交易数字化问题。通过这一讲，我们学习了公钥密码是怎么解决密钥分发和身份认证问题的，还学习了 RSA 的原理以及如何用 RSA 实现交易数字化。可是公钥密码远远不止 RSA 这一种，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，我们沿着公钥密码进一步拓展，为大家介绍基于离散对数的公钥密码、DH 密钥交换、DSA 和椭圆曲线密码的相关知识。本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